像今天国产疫苗呢，又再次丢人现眼。因为今天发现的最新的消息呢，就是我们的卫福部食药署对一直试图要用一种叫做免疫桥接，也就是说这次第2期它的做法呢，已经解盲的这个做法的免疫桥接呢，去取代第3期的这个人体临床实验，希望能够借由这个打入国际市场。对，那这个申请呢，就是由参与我们国内审定这个 EUA， 就是要不要给他做那个紧急授权这个让这个疫苗可以通行的这个单位呢，其中有一个财团法人医药品查验中心，他就去函给美国的 FDA， 来求证说这件事情到底可不可以这样做？因为民进党之前不是利用网军，就在网络上我们有好几条路可以对，走，然后也甚至试图抹黑现在比较成熟的国际疫苗品牌，说你看他也没有好好的做第3期人体实验举出来的数据也是错误的，甚至是误导的。那结果今天这个回函，美国 FDA 已经非常的明确的讲说，免疫桥接的科学地位未定，对吗？那个科学家还没有办法承认说用免疫桥接可以取代第3期人体实验，那就表示什么？表示说，就像高端自己也必须承认如果我们到时候他没有做第3期人体实验，而我们又没有别的选择，我们被迫通通打国产的这个高端的疫苗，我们还因为他没有做第3期人体实验。所以我们不知道它有没有效果，也就是说它到底有没有防疫力，我们不知道。以外，3个礼拜前千惠，我就在你的节目上也讲，我说打这种没有经过国际认证的疫苗，我们就是出不了国。对，走不出去。现在连高端自己也承认，说大家如果要出国的话，就要打别的厂牌，打国际疫苗，对不对？他也很老实的讲对啊。我觉得他作为一个商业公司，被政府采购的公司，他应该讲真话。就这一点来讲呢，我是认可他的。是，可是你从国家拿纳税人的钱去采购，而且采购的价格呢，全世界数1数2最高的价格的同时，我们民众就要问你为什么要让我们打一个疫苗是没有办法经过国际认定，而且它的效期我们都不知道有没有保护力，没有保护力，没有保障的部分，而且你又使得我们打了也没有办法出国，你为什么要让我们做这个事呢？所以永明姐，其实之前 WHO 也针对这个免疫桥接的部分，它完全不背书。然后你看嘛，美国 FDA 也完全打脸了卫福部嘛，对不对？可是呢，那庄仁祥今天也被问到这个问题。好，那庄仁祥的说法是，各界解读不同。他说美国是这样子，但是目前韩国、英国都接受免疫桥接的认定。所以庄仁祥的意思是什么？言下之意说，这对台湾来讲，对高端来说，还不是死路一条，是这样吗？不是，我觉得庄仁祥讲这个话非常的不负责任，不负责任。因为就算他认为说韩国或者有其他国家愿意，那你可不可以保证说我们未来打了这个疫苗，我进去韩国会承认呢？因为到时候所谓的这个疫苗护照一定是有一个国际性的，它有品牌都在上面嘛，它一定是国际，它会列一个标准，比如说辉瑞嘛，哪些部分对。然后呢，你可能在要出国的时候呢，你就会上去，你必须提出我有打这个疫苗的证明嘛，对不对？那今天就算是韩国承认，但是韩国有办法得到全世界的一个公认吗？可是美国是可能的，因为美国是制定标准的国家，对不对？从这个疫苗开始，整个这个世界标准的认可，大家不可讳言的，美国一个标准，欧盟一个标准嘛。那你今天这个问题，你在美国也没有办法获得承认。如果说你美国不承认，可是欧盟承认，或者 WHO 承认，我们还可以认为说，那这个很可能是美国跟欧盟和 WHO 的标准不一。可是现在美国认为不能承认，欧盟也不接受，因为事实上呢，当时在这个 WHO 有一些国家，因为他们真的比较穷，而且他很困难取得疫苗，那他们也想做一些比较快的方法，也为了要保护国内民众，所以也试图去问 WHO 说，那我们可不可以快速一点，不要进行第3期人体实验？
到这个部分 ，WHO 也还没有同意啊。对啊，有人提出这个要求，这个考虑，可是他并没有同意。那你 WHO 也没有同意，欧盟也不行，美国又打脸的情况下，那庄仁祥，你今天讲这个是什么意思？对，那你还是要告诉我们说，那就算韩国能接受，那请问是我们能表示我们打了国产疫苗就是可以去韩国，那只能去韩国吗？那我能不能去日本呢？我能不能去美国呢？我能不能去欧洲呢？我能不能去其他国家呢？对。而且啊，因为美国的部分呢，它的 EUA 紧急授权的部分，这个大门也关上了。好，因为它最后一剂留给的是目前那个 Novavax 这支疫苗的紧急授权，所以换句话说，台湾这块也别想了嘛。然后 FDA 又打脸说你要什么免疫桥接，不可能嘛，对不对？因为呢，这个没有科学上的证明嘛。那所以说，高端要走上国际，我怎么看，你不做3期就是没有办法嘛。你真的只能做3期的人体实验嘛？对，那但会做吗？他们说会做了，那会做什么时候呢？来得及吗？今年是不是你要拼个国际认证不太可能了？千惠这个事情哦，它整个这个发展呢，为什么会很快的在前几个礼拜，大家就一直觉得说跟这个股票炒作，或者是背后可能有不当利益操作，对，有这个怀疑，甚至现在已经到了检调单位在调查的情况，只是说这个检调单位是不是基于外界很大的压力啊，那去调查会不会虚晃一招？会不会到时候又出来什么查无实证什么的？这个我们不晓得。但不管怎么样呢，这个事情为什么会在过去几个礼拜中，大家炒作的可以说沸沸扬扬，因为他的观念、思考各方面非常的不合理。对，好，对。首先第一个不合理的就是说呢，也被媒体踢爆，在去年3月的时候，我们国家卫福部他公告了一个国内要扶植补助这个生技疫苗、国产疫苗产业的一个标准里面呢，当时就已经埋下伏笔，说你不用做3期人体实验了。那这个事情非常的奇怪，因为我们在讲说，到底要不要做3期，有没有别的可能性的这些讨论，其实是比较最近这几个月的。是去年3月的时候，国际的疫苗的情形还没有今天这么成熟，还有很多支疫苗都还在研发阶段，大家还在推动的时候，可是大家虽然已经都知道要做紧急授权，可是都还叫不来，还知道说我们第3期这个人体实验都一定要做。是，可是台湾为何未予先知？就直接说，我们就不用做3期了。然后他为什么卫福部为何要这样自作主张？好，这个事情有一个有猫腻，非常奇怪。那非常奇怪了之后呢，到了今年，好，感觉上国产疫苗呢，特别是高端，他们就老心仔仔，好就。很早就跟大家说，他2期解盲完，他就要推出上市，他不用做3期。对，他本来是不要做3期的，他现在说他又要做3期了，是最近实在是压力很大。对，然后大家又逼着说检调要去查他才改口的。对，可是你改口了以后，因为他原来说他不要做3期，是因为3期的那个金额很昂贵嘛，对，成本高，他觉得他成本不要负担。可是你现在才又改口说你要去做3期的时候。那第一个，大家又会觉得你政府都已经跟你签约采购了，对不对？你马上就要释出500万剂，之后还有500万剂的开口合约，那你都1000万剂都出来了，你还会认真去做3期吗？你还会认真取得国际的认证吗？何况，如果他是在国内普遍施打了之后，他才完成了3期人体实验的话，那我们是之前。他还没有完成人体实验之前施打，对，那到底国际会不会给我们承认呢？这些都是问题，都是问题，对，所以你就觉得说，现在蔡政府他硬塞就是不做3期的这个国产疫苗给人民。好，那我们看到在今天呢，19死，其实这个数字刷一加将近500条冤魂了。我觉得这都不用死的，都白死的哦，因为你都没打疫苗嘛。为什么你这国际疫苗就拖着？不让打哦，那你就是为了要成全你的国产疫苗，所以我要讲的就是说，还要死多少人，还要牺牲多少条人命啊？那这个成全的是小英的怎么样生计梦，是不是？他为什么这么执着这个啊？
对，那你说有利可图背后的这个利益，那他应该也够了吧？不是千惠，现在让大家觉得最不理解的一点就是说哈，其实成全小英的生计梦，或者是说把这个疫苗产业我们扶植起来，把它变成是一个国家重点的战略产业，这件事情跟现在国人得到好的疫苗来进行保护，照理说不冲突，完全不冲突，对不对？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哦，这个新冠肺炎疫情它是一直在变化中的，是，对不对？它现在还一直出现变种病毒，我们是追着病毒跑对，那个之前那个3+11所引发的这波台湾社区感染疫情，我们说是英国变种病毒。可是现在全世界更害怕的是印度的这个 Delta 病毒， 对不对？对。所以现在呢，大家这个病毒的这个疫苗的施打呢，从2剂已经大家在讨论要不要打第3剂了嘛，对不对？所以我要讲的疫苗都要研发2代疫苗了，对，就是所以我们要讲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本来台湾生技产业就不差，是。那我们疫苗要在这一波有一个好的部署呢，说实在，大家一定会乐观其成。可是你如果叫做疫苗产业，你有一个重点，你并不是台湾打了你就高兴，因为台湾人很少嘛。你发展了，你投资这么大，你把它疫苗研制成功了，你重点是你还希望卖到国际嘛？那你既然你要把它变成是一个产业，你为什么不好好的照它的时程？譬如说，它现在在这个6、7月，它这个2期结束，它如果照正规的来做，他就好好的去做3期。对，也许他在3个月后，他3期把它做完，3、4个月后做完，它又是一个成熟的疫苗了。是，第一个，到时候我们台湾是不是已经顺利的每个人都打完2剂还不知道嘛？因为我们现在国际的进来的还有很多变数，对不对？第二个，你如果那个时候大家再打，发现你也确实不错，你也还真的可以卖到国际去，因为现在国际还有很多这种非这个发展中就非这个发达国家或者是这个几大工业国以外的这个做疫苗外交都好，或者比较比较穷困的国家，它还有很多疫苗的缺口嘛。所以我们并不是说在这件事情上你一定要不可以发展这个疫苗产业，只是你现在用这种方式，而且拿台湾的人民做白老鼠，你这个不是揠苗助长，而且你这个揠苗助长之后，你对国产的这个疫苗的品牌呢，你就自我的就毁坏了嘛。因为现在国际通通都在看台湾，因为台湾之前牛吹得太大了，防疫优等生。结果现在呢，大家都来看说，哎，你为什么防疫优等生闹出这么大的笑话？连那个 Time Magazine 时代杂志，它为什么最近又出了一篇报道，对台湾非常的这个不假辞色就是讲话很难听，说台湾很可能是很大的一个防疫骗局等等的这种字眼都出来了。因为很简单，因为他在去年呢，他就也被民进党这个大外宣的假象蒙骗，他们就也登了说你看台湾是优等生，对，所以你之前怎么吹捧台湾的这些国际有公信力的媒体，现在就会很愤怒，他觉得说你让我的公信力也受损，所以现在呢就会狠狠的踢你一脚嘛。所以你在这种状况底下，你在疫苗的问题上，如果你还考虑产业，你还希望我们在国际上能立足，你还希望这些你扶植出来的国内的这个疫苗厂商能够得到国际的认可，未来有一条出路的话，你就叫他按照正规的国际标准来，这才是唯一的一条路啊。对。可是现在为什么大家都认为说你不是长期的要考虑，你并不是要去做疫苗产业，你在炒短线，大家才会认为说你是在操纵股价，就是因为你做法不合理嘛。那你赌上的是人命